越是喜欢讲道理的人，活得越累，越是容易陷入内耗，活得一地鸡毛。而那些真正把日子过明白、内心通透的人，从来不会浪费时间在无谓的道理上，更不会陷入纷争的泥潭里。他们只看透一件事，那就是这世间万物结不出因果二字。我们常常陷入一种执念，总觉得只要自己占了理，就能走遍天下；只要自己大声疾呼真相，别人就该低头认错。于是在职场里，你为了一个方案的逻辑和同事争得面红耳赤；在家庭里，你为了谁付出的多，谁的行为更正确，和另一半吵得不可开交。结果呢，理是讲清楚了，但情分断了，心累透了，运气也似乎越来越差。这就是佛家所说的法缚。你被自己认定的理给束缚住了，却看不见背后那双翻云覆雨的因果之手。无量寿经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己济。这段经文直指人心的痛处。我们穷极一生争夺的对错输赢，在因果的长河里不过是不及之物。当你试图用讲道理来改变一个人时，你实际上是试图撼动他过去几十年累积下来的业力结晶，这无异于蚍蜉撼树。在佛学的深层逻辑里，言语往往是觉醒的障碍。所谓的理，不过是每个人基于自身认知的碎片组合而成的偏见。你的理在他的世界里可能是毒药，他的对在你的因果里可能是灾难。当你跟一个不同频的人执着于讲道理时，你的心念就像被投入了狂风中的湖面，碎片化的情绪会瞬间遮蔽你的灵性。这种能量的剧烈消耗，就是你感到活得累的根本原因。那些真正通透的人早就看穿事物的表层，他们懂得，当一个人的认知还没到那个层次，你讲的每一句真理，在他听来都是挑衅。所以智者选择静默，选择一种近乎神秘的退让。这种退让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场更大的局。每个人的行为自会招致相应的后果，不需要你去当那个裁判。时间与因果从不落空。在如今的时代，能够守住内心的清明是一场极大的修行。很多人问，如果不讲理，那该如何立足？如果不争辩，那该如何自保？其实佛陀早就在无尽的智慧中为我们提炼出了自度的法门。这不仅仅是修养，更是一套能量管理的顶级逻辑。它涉及到8个字，这8个字是通往无我境界的阶梯，也是在复杂人际中降维打击的利刃。在揭开这8个字之前，我们需要先洗去内心那份浮躁的胜负欲。请大家现在深呼吸，尝试放下一件最近让你感到委屈、让你耿耿于怀的公道事，然后在评论区写下随缘放下，因果自明。接下来我将通过3个简短的故事隐喻出那真正的8个字。当你把它刻进骨子里，你会发现以前那些让你跳脚的小人，让你崩溃的琐事，竟然再也无法掀起你内心的半分波澜。你将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不再看谁对谁错，只看因缘生灭。接下来的内容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这段智慧可能会彻底改变你下半辈子的活法。好，我们先从第一个故事开始讲起。寒山与拾得是唐朝最著名的一对疯僧，史书里对他们的记载零零散散，反而是民间流传的故事比任何经典更鲜活更刺骨。那是一个秋日午后，台州城里来了一位新任刺史，名叫驴秋印。这位刺史素有文武双全，处事明断之名，向来自信果决，遇事从不犹疑。他上任之前曾突患头风剧痛，群医束手，幸得一位云游僧人风干以净水治愈，并告诉他天台山国清寺中有2位疯癫僧人，乃是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化身，
隐于厨下，形貌痴狂。闾丘印心中震动，既惊且疑。他当即决定亲自上山，不是为了比试，而是为了寻访圣贤，一探虚实。他带着随从上山，来到国清寺。寒山和拾得那时正蹲在厨外，衣衫破旧，手执残枝，在地上随意涂画，口中喃喃自语，看起来如同两个痴愚村夫。闾丘印走上前，见其形貌，心中微怔，仍恭敬行礼，开口问道：“二位便是寒山、拾得大德，下官闾丘印特来拜谒。”寒山抬眼望他，默然不语，依旧低头画地。拾得却忽然大笑，手指寺内，又回头望着闾丘印，笑意深不可测。闾丘印心中一动，想起风干所言，当即不再多问，俯身便拜，执礼甚恭。这一拜却让二僧放声大笑，指着他高声呵斥：“风干饶舌，风干饶舌！你不拜弥陀，却来理我何为？”话音未落，二人携手狂笑，转身奔出寺外，直向寒岩而去。闾丘印急忙起身追赶，却见二人身形一闪，引入山石之中，岩壁闭合，只留残影。庙外一行人目瞪口呆，场面一时寂静无声。闾丘印伫立原地，心神激荡，先前的自负与疑惑瞬间化为深深的震撼与惭愧。这一夜他辗转难眠，不是因为失落，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他原以为圣贤必有威仪，却不知真正的菩萨竟以疯癫之相混迹人间。他输的不是言辞，而是执着于外相的愚痴。他彻夜沉思，最终在心中立下一句自省之语：无求胜迹，比笑而饮。无知一切真佛不在形象言辞之间，而在自心清净之处。次日清晨，他再度上山，这一次不带随从，不摆威仪，独自一人恭敬叩门，诚心求教。昨日繁衍不识圣容，多有唐突，今日愿听教诲。寒山与拾得相视一笑，将他引入寺中。后来闾丘印成为寒山、拾得最虔诚的护法，搜集二人诗篇，辑录传世。他在序文中写下这般心境：世间俗人以相取人，世间智者以心悟道。我至今不忘那日二僧隐去之时，心中骤然升起的无言可说的惭愧。这个故事只是这8个字最表浅的一层，要真正触碰它的核心，我们还需要走得更深一些。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一座名叫青云寺的小庙里，那里住着一位叫做净元的僧人。净元出家之前是个药农，半生走遍深山，拾得百草。出家之后依然保留着这个习惯，常常为附近的村民配些草药，分文不取。村子里的人大多喜欢他，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村里的乡绅王大昌。王大昌是个信奉无利不起早的人，他看净元免费给人看病，心里头就不舒服，总觉得这个和尚必定有什么图谋。那一年，村里爆发了一场痢疾，净元连夜熬药，挨家挨户的送，救了不少人。然而有一户人家，老太太喝了药之后，非但没好，反而当晚高烧，第二天不治而亡。王大昌立刻行动了，他到处宣扬，说净元的药有问题，说这个和尚表面慈悲，其实是在用病人做实验。流言像野火一样蔓延，越烧越大。最后竟有人说净元是故意在粥里下毒，想趁乱吞并村民的田地。净元听说了这些流言，没有出来辩解，只是继续熬药，继续送药。村里开始有人不敢接他的药了，有人在他经过时候绕开走，有人朝他的僧袍吐了口水。有一天，有人把一桶脏水泼在了他刚熬好的药锅上，那是他花了整整一夜，用最难寻的几味草药熬出来的。净元站在那里，看着那锅被毁掉的药，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低下头，双手合十，轻轻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转身回去，重新开始熬。这件事儿传到了官府里，一个想巴结王大昌的小官借口查案，带人冲进了青云寺，把静元带走关押，说是要等待查明真相。寺里只剩下一个12岁的小沙弥，吓得缩在墙角哭了一夜。静元在牢里待了7天，那7天他没有申辩，没有求人，每天就是盘腿打坐，偶尔念经。狱卒觉得奇怪，问他：你不冤枉吗？你不想出去吗？静元想了想，说：冤枉是真的，想出去也是真的，但申辩给谁听呢？信我的人不需要我解释，不信我的人，我说什么都是狡辩。狱卒愣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事情的转机来自那户老太太的儿子，他自己也是个大夫。老太太去世之后，他仔细回想了一遍整个经过，最终发现母亲去世的真正原因是他在服了静元的药之后，又偷偷喝了王大昌送来的一碗补品，而那碗补品恰恰与草药相克，才导致了悲剧。他把这件事公开说了出来。王大昌恼羞成怒，反而变本加厉地诬陷，说老太太的儿子是被静元收买的。但这一次村民们开始冷静下来了，他们想起静元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想起他1文钱不收的样子，想起他在疫情最凶猛的时候还是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人，然后他们一个个开始沉默，开始惭愧。静元被放出来的那天，没有人出来道歉，也没有人出来欢迎。他自己走回寺里，先去看了那口大锅，然后检查了一下药材的存量，转头对小沙弥说：今天先休息，明天继续。小沙弥哭了出来，问他：师父，你不恨他们吗？静元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小沙弥一辈子都没忘掉的话：恨一个人要花多少力气？我用那些力气还能再熬多少副药？这就是慈悲与忍辱的底色。不是因为软弱，不是因为没有感受到伤害，而是因为看清楚了恨是对自己最昂贵的惩罚。最后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间铁铺门口的事儿。有一个铁匠在城里小有名气，不只因为他打的铁器好，更因为他这个人爱辩论，没有人辩得过他。他能把白的说成黑的，也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嘴皮子一动，对方就乱了阵脚。他以此为傲，逢人便说：这世上没有讲不赢的道理，只有不会讲的嘴。后来城里来了一位游方禅师，在城门口席地而坐，什么都不说，只是闭目打坐。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铁匠听说了，专程来找他辩论。铁匠走到禅师面前，双手叉腰，问道：你在这里坐着是要度化众生吗？禅师没有睁眼，没有说话。铁匠以为他没听见，提高声音再问。禅师还是没有动静。铁匠心里头来气了，他绕着禅师转了一圈，在他面前猛地拍了一掌地面，说：和尚，你哑了吗？还是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只会装深沉？禅师这才缓缓睁开眼睛，看了铁匠一眼，又轻轻闭上了。围观的人开始窃窃私语，有人替禅师不平，说铁匠太放肆。铁匠更得意了，对着人群说：看吧，你们说他有多了不起，他连话都不会说。这时候禅师开口了，只说了3个字：你说完了。铁匠一怔，然后说：我才刚开始。禅师点了点头，又闭上眼睛。铁匠哭笑不得，想了想，又开始说话。这次说的是佛法。他对佛教了解不多，东拼西凑地说了一堆，又问：你来说，这些对不对？禅师没有回答，只是从身旁拿起一块小石头放在地上，然后看着铁匠。铁匠愣了，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说：你放一块石头是什么意思？禅师第一次主动开口问了一个问题：这块石头是轻还是重？
铁匠觉得这是个傻问题，说要看跟什么比，跟红毛比它重，跟磐石比它轻。禅师点头说，道理也是这样的，然后又闭上眼睛不再说话。铁匠站在那里，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空洞。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自己说的道理的轻重要看跟什么比，那他拿来和别人争的那些道理到底是在和什么比？他赢的那些又赢了什么？他站了很久，忽然觉得腿软，慢慢蹲下来，最后坐在了地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围观的人慢慢散了，铁匠坐在那里没有离开。等到傍晚，禅师站起身来准备离开，铁匠突然抬起头，声音有些哑地问，你为什么不和我辩？禅师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因为你一直在说话，没有地方可以放下任何东西。然后禅师走了。铁匠那天晚上一个人在铁铺里坐到了深夜。后来他跟人提起这件事，只说了一句，我辩了大半辈子，以为赢了很多，那天我才知道我一直搬起的是我自己。好了，3个故事讲完，细心的观众可能心中已经明了，而这8个字正是慈悲忍辱不辩不争。现在我们来真正走进这8个字的核心，慈悲。这2个字在很多人心里的形象是一位菩萨低眉垂目，双手合十的样子，是一种温柔的甚至略带距离感的神圣姿态。但这是最大的误解，慈悲在梵文中的本意是与苦同在，不是怜悯，不是从高处俯视别人的苦难，而是真实的走进去与那个苦同频，然后从那个苦的内部生长出一种不需要言说的理解。为什么通透的人不讲道理？因为他们活在慈悲里。当你真正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苦，你就不再需要证明他错。你知道他那样做那样说背后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可能是恐惧，可能是匮乏，可能是他这辈子从未被好好对待过。你不再需要赢过他，你只想让他少一点苦。这是一种看穿了人性之后的彻底清醒。华严经里有一句话，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每一个跟你争得面红耳赤的人，每一个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人，在他最深的地方住着的是和你一模一样的本质。他的愤怒是他的迷失，他的攻击是他的求救。你用道理回击他，是在他的迷失上再加一层迷失。你用慈悲沉默，是在他的黑暗里保留了一盏灯的位置。再来是忍辱。忍辱这2个字是被误解最深的一个词，很多人把它理解成忍着受辱是一种委屈压制，但忍辱的真实含义远比这更自由。六祖慧能有一个弟子，有一次被人当众羞辱，回来之后问慧能，师父，我忍了，但心里还是有火，怎么办？慧能问他，你说你忍了，你忍的是什么？弟子说，忍的是那个羞辱。慧能摇头说，你忍的是那个羞辱，但你没有忍住的是你自认为被羞辱了这件事。你看见的不是真相，你看见的是你对真相的解读。这段对话的深度值得反复思量。忍辱的真正含义不是忍住那个伤，是忍住那个把自己定义成受害者的冲动。当你真的放下了那个身份认同，你就会发现很多所谓的辱其实根本没有落地，它只是一个声音，你给它了一个地方住，它才变成了一根刺。佛教里对忍辱有3个层次的划分，这3个层次是从表到里，从浅到深的一条修行路径。第一层叫做生忍，就是在身体和语言上忍住不反应、不还手、不回嘴，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多人停留的地方。这一层有价值，
但单靠这一层，内心的烈火没有被转化，只是被关在笼子里，迟早会出事。第二层叫做法忍，是在理解上忍，理解这件事情的因果来龙去脉，知道它从哪里来，知道它背后是什么业力在运作，因为理解而自然生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是压制，是真的看明白了之后的放下。这一层需要对因果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不是光靠意志力能达到的。第三层叫做无生法忍，这已经是相当深的修行境界，说的是从根本上不再对任何境界产生我被伤害了的自动反应，因为连我这个定义都已经开始松动。那个被侮辱的究竟是谁？这不是一句禅机，是一个真实的内在探问。当你真正在内心深处找不到那个被侮辱的我，一切的忍都变成多余的了。不变是第三个关键，是这8个字里最容易被误解为认输的一个行为，但它真正的内核是一个对语言本身的深刻清醒。六祖慧能大师说过，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话是在提醒你，所有的辩论都是在用语言试图固定一个原本流动的真实。你说我没有错，对方说你就是有错，这2个陈述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的是各自内心对事件的一个快照，一个固化的解读。2个人把各自的快照硬碰硬，然后争谁的快照更真。这整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没有出口的房间。真正的不变，不是因为你懒得变，也不是因为你太累了变不下去，而是因为你明白了真相不在语言里。语言只是手指指向月亮，辩论是2根手指在争谁的手指更直，月亮在那里，没有人看。不争是最后一块拼图，也是最常被人用错的一块。前面有一期内容，我专门详细讲过这个。封面标题写的是越是不争的人，福报反而越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阅我的前几期视频，这里我给没看过那期影片的朋友再稍微讲讲。很多人把不争理解成一种消极的逃避，一种算了，我不计较的疲惫妥协。但佛教里的不争和道家里的不争，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震撼人心的洞见。争是从我不够出发的行为。当你真的知道你是谁，当你真的触碰过那个无法被夺走的内在圆满，你就不会需要通过赢得争论来证明什么。不是因为你不在乎输赢，而是因为你看见了那个输赢是建立在一个幻觉上面的。六祖坛经里，慧能大师与神秀大师的继子之争是禅宗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幕。神秀写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2首继子一争高下，五祖弘忍选择了慧能。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慧能得了衣钵之后，没有去找神秀辩论，没有去庆祝，而是连夜南下，消失在人群里，一直到17年后才重新出现。这就是得道之后的不争。他连得道本身都不需要拿出来炫耀，不需要拿来证明。这4个词，慈悲、忍辱、不变、不争，不是4个独立的方法，而是同一个真相的4个面。慈悲是你看见对方苦的能力，忍辱是你不被自己的我绑架的自由，不变是你不用语言来战胜真相的清醒，不争是你不需要向外求证内在价值的完整。4者相扣，缺一不可。没有慈悲的忍辱是压抑，没有忍辱的不变是逃避，没有不变基础的不争是懦弱。只有4者同时成立，才能生长出那种让吕秋印彻夜难眠的铁匠独坐深夜的小沙弥一辈子都没忘记的那种东西。说了这么多关于道理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谈谈怎么在生活里真正用上这8个字，如何让这份智慧作为一种活的工具嵌入你每一天的呼吸里。很多人读了大量佛法，听了很多道理，但出门一遇到事情，还是立刻暴跳如雷，还是1秒钟就陷入争执，还是该放不下的都放不下。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是因为他们少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把道理转化成身体记忆的练习。先从慈悲的实践说起，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练习，来自藏传佛教的自他相换修法，但我把它调整成更容易在日常中上手的版本。每次当你遇到一个让你感到愤怒或受伤的人，在你的反应出来之前，给自己3秒钟做这一件事，在心里问自己，这个人他在害怕什么？不是问他做错了什么，不是问他凭什么这样对你，而是问他在害怕什么。因为几乎所有的攻击行为背后都有一个害怕，那个害怕才是真正的根。一个真正安稳的人不需要攻击别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一个真正自信的人不需要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一个内心充满了的人不需要用占有别人的资源来填满自己。当你问出那个问题，你的视角就会悄悄地移动，从这个人在伤害我，移动到这个人在他自己的痛苦里挣扎，只是我刚好站在他爆发的路上。这不是在替对方开脱，是在找一个不被情绪绑架的出口，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真正可以生出慈悲的空间。这个练习刚开始会很困难，因为情绪来得非常快，3秒钟根本不够，但没有关系，你可以先在事后做。事情过去之后，回想那个人，问自己他在害怕什么，1遍、2遍、3遍，慢慢的，这个问题会内建到你的反应系统里，速度会越来越快。有一天你会发现，那3秒钟真的够了。忍辱的练习要分3步走。第一步是停，在任何想要反击的冲动出来的瞬间，停住，深吸一口气。这不是压制，这只是给自己一个不被冲动劫持的机会。冲动的有效期很短，通常6到10秒之内就会开始消退，你只需要不在那个高峰期做决定。第二步是看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不是对方的行为，是你自己的内在反应。你为什么被触动了？那个被触动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你还没有和解的东西？很多时候别人踩到你的那个点，其实是你自己还没有处理好的一个旧伤。当你看见了这一层，愤怒就会开始转化，从一种指向外部的火变成一个指向内部的光，照见你需要去理解和修复的地方。第3步是放，不是假装没事，是真的放下那个要把这件事变成定义你身份的东西的冲动。你可以知道自己被对待的不公平，但不需要让那个不公平成为你随身携带的行囊，走到哪里背到哪里，越背越重。关于不变，这里要特别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很多人在这里会走偏。不变不等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沟通，不等于任何问题都不表达，这2件事儿要分清楚。有一个简单的内在标准可以用来判断，你说这句话是为了让对方明白，还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如果是为了让对方明白，为了真正的理解和沟通，那说是值得的，那不是变，那是表达。如果只是为了发泄情绪，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为了赢得这一场，那说了只会越说越乱，越说越深陷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判断标准，对方现在是否有能力接收。当一个人处于高度情绪化的状态时，他的大脑基本上已经关上了真正倾听的大门，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你的道理再好，也只是在一扇关着的门上敲字等到情绪的风浪平息之后再说，效果会完全不同。
不争的日常实践，很多人容易犯的第一个误区是把不争和放弃混为一谈，觉得一旦不争就等于什么都不在乎，然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做了，然后用我在修不争来合理化自己的逃避。这个误区非常隐蔽，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很高尚，但骨子里是懒惰在借用修行的名义藏身。真正的不争是全力行动之后的不知结果，你尽你所能的播种，然后把收成的时间交给因果，而不是你种了一半，然后说我不争，就把剩下的一半撂在那里。第二个常见误区是认为不争就不能有立场，不能坚持原则，不能说不，这也是错的。不争的是输赢，不是是非；不争的是虚荣和面子，不是真正的价值和界限。一个真正懂得不争的人，往往比那些到处争的人更有立场，因为他的立场不是为了赢，而是真的从内心里认为这是对的。这种立场是不容易被撼动的。第三个误区是最微妙的，也是最难察觉的。有些人把不争练成了一种冷漠，练成了一种反正都无所谓的虚无感。这不是修行，这是对生命失去了真实的连结。真正的不争，内心是温热的，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些人充满了真实的关切，只是那个关切不再以控制和执着的形式表现，而是变成了一种愿意放手的爱，一种相信因果的信任。这四个实践之间有一条隐约的脉络贯通着。当你把它们真正活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们最终会向同一个地方，一种越来越稳定的内在中心。无论外部怎么变动，那个中心都在。那不是麻木，那不是冷漠，那是真正的自由，不依赖任何外部的认可、胜利、结果来确认自己的价值。那个价值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从来没有移动过。最后我想说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幻觉非常普遍，非常有力量，那就是如果我把道理讲清楚了，对方就会改变；如果我赢得了这场争论，世界就会变得更公平一点；如果我不辩解，别人就会以为我真的错了。这个幻觉是人类大量的痛苦来源。佛陀一生说了无数的法，但他从来没有试图辩赢任何人，他只是活在他所理解的真相里，然后让那个真相像灯一样自然地发光。有人靠近，有人转身，他不追也不挡。真正通透的人不是不说话的人，是他们在说话之前已经不需要那句话了。愚蠢的人讲道理，是因为他们相信道理能改变人；通透的人不讲道理，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改变人的从来都不是道理，是那种人在场的时候你会感到的某一种说不清楚的宁静与温暖。那种东西没有办法用语言传递，只能用整个生命去活出来。慈悲、忍辱、不变、不争，这8个字不是叫你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不是叫你对这个世界冷漠，恰恰相反，它叫你更真实的活着，用更少的力气去证明，用更多的力气去感受、去爱、去创造、去做那些真正值得做的事情。我想用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内容。在你这一生里，你用来争、用来辩的那些时间和精力，如果全部拿来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你的人生到底会有多好？你不需要立刻回答，但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答案留在留言区。好了，今天讲的差不多了。如果今天这部影片让你有任何一刻感到了共鸣，请帮我点个赞，点个热推，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遇见这8个字，或者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你的每一次分享都是一份真实的善意传递。如果你有余力，也欢迎随喜布施，支持频道持续产出更优秀的内容。
愿我们都能活成那种不需要一句话就让人感到安心的人。感恩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